对于霸王色霸气，路飞毫不知情。伊万科夫跟在路飞的身后，十分震惊。看来真是虎父无犬子，路飞是龙的儿子，有这种资质也是正常的。可是他自己居然还不知道，看来这种力量还在隐藏中。路飞爆发霸王色霸气，立刻引起了海军的警觉。总有一天，路飞会成为海军的威胁，一定要就此将他干掉。海军们立刻涌向路飞。白胡子见状，突然出手，一拳将海军们震倒在地。路飞这种潜力无限的年轻人，白胡子对他很看好，绝对不能让他折在这里。海军们转而攻下白胡子，队长们围拢过来支援，双方站在一起。白胡子怒吼一声，对全员发出命令，全体成员尽全力支援路飞。白胡子这一命令发出，震惊全场。一个毛头小子居然能够得到白胡子的认可和支持，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。路飞一下子从一个普通的新人，成为了有白胡子海贼团支持的海贼。路飞身边突然集结了一群新世界的高手，海军们再想对路飞出手，已经没有任何机会。几名海军中将接连对路飞展开袭击，都被白胡子旗下的队长和海贼们拦截下来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伤痕累累的白胡子身边就失去了护卫。白胡子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，面对无数海军的围攻，白胡子将所有的一切赌在了路飞的身上。海军即刻转而猛攻白胡子，白胡子将大刀一挥，周围的海军全部被震飞。他看着路飞的背影，颇有感慨。他决定在路飞身上看一看这个时代未来的走向。路飞和伊万科夫继续向出云台奔去，正前方阴暗挡住了二人的去路，手中的黑刀一挥，一道绿色刀锋袭来。路飞想躲开，似乎已经来不及了。突然，梅斯尔万跳到路飞的前面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鹰眼的刀锋。鹰眼冲过来，一刀将梅斯尔万打倒，转身追击逃走的路飞。这时，老沙从一边窜了出来，用手中的钩子拦下了鹰眼的大刀。有了这些是敌是友的人出手帮助，路飞成功突破了海军的包围。女帝一看，大家都帮助路飞，自己身为路飞未来的妻子，不出手怎么行？前方和平主义者排成一排，瞄准路飞，光波攻击准备就绪。女帝乘着巨蛇赶过去，挡在和平主义者前面。和平主义者检测到汉库克七武海的身份，停下了攻击。和平主义者只会遵照程序，不会进行敌我识别。但是指挥官战涛丸看出了事情的不妙，身为七武海的汉库克为什么要阻止和平主义者？他一斧子砍向汉库克，汉库克灵活地跳开，鄙夷地看着战涛丸。眼前这个男人野蛮又迟钝，怎么可能明白如暴风骤雨般袭来的爱情呢？巴基眼见路飞在战场的表现越来越抢风头，嫉妒的直跺脚，立刻让手下拿来电话虫播放自己的英姿。可是电话虫已经被轻质冻住了，无法使用。手下将电话虫扔进了滚烫的海水里，结果电话虫解冻了，但是由于海水盐分过高，软体动物电话虫被海水浸过之后变得抽抽巴巴，毫无活力。巴基和手下奋力呼唤电话虫，电话虫睁眼一看，被巴基等人的嘴脸吓了一跳，立刻缩回到了壳里。白胡子和手下的人与海军激战一起，白胡子腹背受敌，甚平赶过来支援，守在白胡子身后对抗敌人。白胡子海团为路飞硬生生打开了一条通向出行台的道路。路飞向着出行台全力奔去，伊万科夫唤出了中毒后刚刚康复的闪电，闪电跳出来，用自己的能力将道路剪开，接着将剪下来的道路掀了起来，将其变成一条通向出行台的天梯，助路飞顺利登顶。海军在周围用大炮远程攻击，白胡和队长们立刻围在路飞四周，将炮弹拦截下来。海军再次涌上来，阻止路飞登上出行台。路飞使用战斧将挡在前面的海军打倒，接着向艾斯奔去。黄猿一看手下们太废，只好自己上前出手吧。他化成光粒子，但白胡子一刀砍在黄猿的幻影之上。黄猿面对白胡子不敢贸然出手，只好作罢。眼见路飞还有几十米就可以登顶救出艾斯了，突然一个身影由出行台下面窜了上来，挡在路飞的前面。卡表坚持的是自己海军的立场，即使是自己的孙子，只要他们是海贼，自己就不能放过他们。卡普挡在路飞前面，大喝一声：“老夫可是海军中将，如果想过去，就踏过自己的尸体吧！”路飞大声祈求卡普，但卡普不为所动。这是路飞和艾斯两兄弟选择的道路，自己绝对不能退让。出现在前面的海军用大炮瞄准路飞，准备将路飞击落。汉库克立刻跳出来，用俘虏之剑将台下一群海军石化。其他海军跳出来大骂女帝不讲道义。汉库克眼看着海军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场，脑袋转了个弯，反过来质问海军：如果贸然攻击伤到了卡普中将怎么办？海军们一听这话，瞬间哑口无言。虽然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，但是仔细想想，汉库克说的倒是也有几分道理。汉库克继续质问海军，可知道卡普中将是什么人？海军们被问得一愣。汉库克脸颊一红，羞涩地说：“那可是自己的爷爷。”
如果自己和路飞结婚了，卡普自然就是自己的爷爷了。路飞一边焦急地奔向出行台，一边在脑海中回放着自己从小和爷爷相处的画面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卡普真的慢慢变老了。为了培养他成为海军，从小就对他进行艰苦的训练。如今他和艾斯走上了与爷爷所期望的完全相反的道路，卡普急得头发更显花白。路飞大叫着让卡普让开，卡普却十分坚定，如果路飞不对他出手，艾斯必死无疑。情急之下，路飞打开二档，卡普的重拳已经临近路飞的眉间。路飞一个闪现避开卡普的拳头，接着击出一拳正中卡普下巴，将卡普从天梯击落。这时天梯突然崩塌，路飞头也不回，脚踏一块块碎石，终于成功跳上了出行台，站到了艾斯的面前。兄弟俩对视片刻，相视一笑。路飞高兴地掏出汉沃克给他的钥匙 TS 解锁，然而由于太过兴奋，他居然忽视了旁边另一个危险的存在，海军最高首脑元帅战国就站在旁边看着呢。战国眼见兄弟俩当着自己的面开锁，也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，瞬间化身成金光闪闪的巨大佛像。这就是战国的能力，动物系恶魔果实幻兽种人人果实大佛形态，就连多数的海军都没有见过。兄弟俩被战国的这一形态都吓愣了，愣了几秒后，路飞立刻回过神，赶紧用钥匙开锁。黄岩见状，远程发射光波将钥匙打断，截断的钥匙掉在地上，惊醒了之前被路飞的霸王色霸气震晕的一个刽子手。刽子手揉着脑袋迷迷糊糊，路飞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梅斯斯瑞吗？这时一阵杀气夹卷着飓风袭来，战国巨大的拳头马上就要砸下来了。路飞启用3档将自己膨胀成气球，梅斯斯瑞使用蜡烛墙壁，用蜡烛将自己和艾斯包裹住。战国的大副拳头狠狠捶在路飞的身上，路飞直接被捶得泄了气，一口老血吐了出来。梅瑟斯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给了路飞一个神助攻，用蜡烛变出钥匙，隔空丢给路飞。让人敬佩的是，梅瑟斯瑞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伪装成刽子手来到战国的眼皮子底下，居然不是为了给自己保命，而是为了找机会帮助路飞救出艾斯。他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受到小风的感动。如果说我在这里有什么原因，那就是为了纪念同胞。海军看清出行台那边的状况后，立刻下令对准路飞和艾斯开炮。路飞拿到钥匙，迅速撬开艾斯的手铐。炮弹爆炸的烟雾中，一个由火焰构成的白胡子海盗团图案突然出现，接着一束火焰击穿了浓烟，喷射出来。火光缭绕中，艾斯与路飞、梅瑟斯瑞正稳稳立于其中。海贼们瞬间沸腾起来，千辛万苦终于达成了一个美满的结局。汉库克看着路飞成功了，不管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，路飞高兴自己就高兴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路飞如果安全逃脱，就可以和自己结婚了。海军们准备第二轮炮击，艾斯由空中使出大招岩界火柱，一道火柱从天而降，冲到地面后爆炸开来，火焰如浪潮一样将周围的海军卷入其中。艾斯和路飞稳稳落地，梅瑟斯瑞则狠狠地摔在后面。爆炸后的火焰在3人四周形成了一个火拳。艾斯感慨道：“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路飞所救。”路飞自豪的哈哈大笑。火拳外面的海军们举起枪炮瞄准了3人，路飞用身体将子弹弹了回去，而艾斯是自然系，根本不怕子弹。既然用枪不行，海军改用刀近身攻击。艾斯按倒路飞，不爽的警告海军：“路飞是自己的弟弟，劝你们不要对他出手。”接着，艾斯一招火拳将海军掀翻。路飞启动2档，海军立刻用 T 回应，但是路飞的2档已经远远超过了 T 的速度，路飞瞬移躲开海军的攻击，接着用橡胶印章将海军打倒。艾斯这边用手指发射火枪，打得海军节节败退。有海军从身后偷袭艾斯，被路飞一脚踢飞。海军没想到兄弟2人居然这么强，打到他们心生畏惧。艾斯的得救让白胡子海贼团士气大增，喊杀声不断。海军有点慌了，立刻加派人手围困路飞和艾斯。只有把这2人困住，能打击海贼们的士气，有机会赢得战局。路飞和艾斯反应很快，一见海军围了上来，立刻跳出包围圈跑路。艾斯反手一招火达摩，远程引爆火焰，重创支援的海军。路飞则用喷气机枪硬生生打开了一条逃生路。2人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终于成功的逃出了海军的包围圈。2人正一边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，一边回撤。这时一阵冷气从前面传来，海军大将青雉堵在2人前面。艾斯微微一笑，将路飞挡在自己的身后。对付青雉当然得由自己出手了。青雉右手迅速结冰，进入战斗状态。艾斯用包裹全身的火焰回应，青雉使用爆炙嘴，一只冰鸟从青雉的手中飞出。艾斯用火焰招式净火焰对抗，双方招式碰撞一起，发生剧烈的冲击波，火焰灼烧冰块产生的水汽以及现场的烟雾效果，让2人的对决显得十分激烈。不过由于恶魔果实的能力压制，青雉的招式很快被艾斯的净火焰吞噬，没有讨到半点便宜。青雉也不再继续出招，兄弟2人得以脱身。前面的海军都懵了，连海军大将都不是艾斯的对手，他们怎么还敢上前阻拦？这时赤犬站了出来，既然青雉不行，那就换自己上吧。论起果实能力压制，难道自己的岩浆还能打不过火焰吗？
斯奎亚德率领大窝蜘蛛海贼团，驾驶着拥有外轮的海贼船前来支援。斯奎亚德对自己捅伤白胡子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为了赎罪，他决定牺牲自己给白胡子海贼团断后。白胡子看到后无奈地感叹了一声：“混小子！”接着突然出手，仅凭一只手臂将海贼船拦了下来。从始到终，白胡子赶到马林凡多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离开，要断后当然也是自己留下来。白胡子将宋云切重重立在地上，大吼一声：“听好了，白胡子海贼团的全体成员，现在是船长下达的最后命令，你们和我就此分别，所有的成员都要活着离开，平安回到新世界。我是旧时代的残党，新时代里没有能承载我的船。”白胡子说着，一招重拳击出，整个海军总部直接被震出一道巨大裂痕。白胡子拼尽自己最后的力量，给全体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送行。不要回首，时代在变化。当众人理解了白胡子的心意后，纷纷转身撤退。艾斯救出来了，再和海军纠缠下去没有必要。而且众人很清楚，就算是拼尽全力，也未必能够打赢海军，最多造成2败俱伤的局面。只有赶紧离开，才对得起白胡子舍下的性命。战国眼见白胡子的气势，感觉事情有些不妙。艾斯被困住的时候，白胡子会顾及艾斯的性命而压制自己的力量，不会贸然对海军总部出手。现在艾斯已经得救了，白胡子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此时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打算和马林凡多一起沉入海底。有了必死决心的白胡子，应该比任何时候都要可怕。夏目地群岛的记者们还在苦苦等待着大战的转播，然而唯一一个能使用的电话虫却在巴基的手里。此时因为受到惊吓而躲在壳里不敢出来。巴基手下的狂热粉们十分焦急，他们还想把巴基打败白胡子的飒爽英姿记录下来，转播给全世界呢。没想到阴阳电话虫这么不争气。巴基一听就慌了，白胡子眼看就要不行了，还能一拳锤爆半个海军总部，这种能力的人自己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巴基吓得鼻涕都要流下来了，以保护电话虫为由安抚手下。没想到是有巧合，电话虫被巴基的爱心感动，主动钻出来进行拍摄。从巴基的越狱到最后的声名显赫，一路过来，巴基都是一脸懵逼，完全是被自己四周的环境强行扭送到了传奇人物的队列里。艾斯与路飞终于逃出了海军的包围圈，但是艾斯面对自己昔日的恩人，完全无法抛弃他们不管。不过此时此刻别无他法，自己也知道自己帮助不了他，只有自己逃走，才不枉白胡子的牺牲。海军们前去围杀白胡子，艾斯从远处将海军击倒。火焰缭绕中，艾斯突然对着白胡子双膝下跪，算是做最后的道别。白胡子沉默良久，沉声喝道：“我问你，艾斯，做你的老爹，我可否合格？”艾斯突然泣不成声，哽咽的大叫：“当然了！”白胡子欣慰的大笑起来，如此答案，自己应该可以毫无遗憾的赴死了。告别了白胡子，艾斯与路飞二人跟随着海贼们的大部队迅速回撤。赤犬见状站了出来，艾斯和路飞这两个未来对海军威胁最大的人物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？赤犬一招岩浆拳打了出去，卷入无数海贼，然后大声对着海贼们逃跑的方向嘲讽白胡子。说到底，白胡子也不过是上一个时代的失败者而已。也许其他人能忍，但是艾斯听到这样的话绝对忍不了。在他眼中，白胡子永远可以与罗杰齐名，是一个最有可能成为海贼王的人物。明知道这是赤犬的激将法，艾斯还是毅然决然地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为了捍卫白胡子的尊严，他要和赤犬决斗。赤犬一见这招奏效，骂白胡子骂得更加起劲儿了。艾斯沉着脸向赤犬走来，大吼一声：“白胡子是创造这个时代的人物，这个时代名为白胡子。”艾斯一招火拳打向赤犬，赤犬用岩浆拳加以回应。二人拳头对决后，艾斯被放倒，拳头受了灼伤。路飞上前想要帮助艾斯，结果自己的身体由于过于高负荷运作，已经到达极限，不受控制的跪倒。路飞手中艾斯的生命卡飞了出去。赤犬一看有破绽，直接跳过艾斯，一拳打向路飞。危急时刻，艾斯挺身而出，挡在路飞的身后，鲜血飞溅，艾斯脖子上的珠子散落一地。赤犬的岩浆拳击穿了艾斯的胸口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